你有没有想过，投资这件事会不会是越懒的人赚得越多？听起来很扯，对不对？但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一套，可能会完全颠覆你想法的策略，它叫做四维进化投资法。好，我们先来聊聊一个状况，你听听看是不是很像你？你是不是那种每天花大把时间就是紧紧盯着盘研究 K 线图，看到什么新闻就冲进去，搞得自己超级忙，结果呢，年底结算一看，绩效好像不怎么样，有时候甚至连大盘都跑不赢，是不是觉得这一切到底是在忙什么？如果你真的心有戚戚焉，那很有可能你就是犯了投资里面一个最致命的错误。它有个名字叫做过度行动。白话一点讲，就是你太急了，太常出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像是一个猎人听到一点风吹草动，就马上开枪，结果根本没打中猎物，还浪费一堆子弹。我们就是这样被市场上各种小道消息、各种杂讯影响，然后冲动地买进卖出，结果手上抱了一堆根本不该买的股票，让自己动弹不得。所以，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来拆解这个致命的迷思，到底为什么努力就会有回报这句话，在投资的世界里常常是行不通的。OK， 你看这个比喻真的超传神。左边这只焦虑的仓鼠，是不是很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投资人，在滚轮上跑得超级用力，看起来超忙，对吧？但其实呢，他根本一步都没有前进，完全在原地打转。这就代表那些每天盯盘、杀进杀出的投资者。那右边呢，是一位冷静的生态学家，他不做什么事，他只是很安静的用一个很长远的眼光，在观察整个森林生态。他关心的是什么物种能活下来，什么会被淘汰。结果呢，他用最少的力气，却得到了最好的回报。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典范转移，把我们脑袋里那只仓鼠赶走，换向生态学家的视角，用一个全新的方法来看待投资这件事。这句话就是整个策略的核心，它来自一个叫演化金融学的理论。它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再浪费力气去猜明天市场会涨还是跌了，那根本不重要。你该把市场想成一个活生生会自己演化的生态系。你的目标不是当一个最准的算命师，而是要打造一个不管环境怎么变都能活下去的资产组合，生存才是王道。所以，到底要怎么像生态学家一样投资？其实规则超级简单，就2条。第一，你要找到那种自己会进化的资产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它内部有一个机制，会自动把不好的淘汰掉，留下好的。我们叫它有适应性优势。第二点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要做到极度懒惰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懒。选对了东西之后，就抱着它，什么都不要做，让时间跟复利去帮你工作。好，心法讲完了，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别担心，这套策略已经帮我们整理成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行动计划，就叫做四维进化法。整个流程就这4个步骤：挑选、持有、加码、出场。这个架构非常清楚，它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一套机械化的规则，来对抗我们内心那个贪婪又害怕的小恶魔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拆解。好，那第一个问题来了，到底要选什么资产才符合这个会自我演化的条件？答案就是像是0050这种 ETF。你看为什么选它？这背后其实结合了2位大师的智慧，达尔文跟巴菲特。从达尔文的角度来看，0050它本身就是一个演化的系统啊。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把表现不好的公司踢掉，再补进来新的强的公司，所以它永远能保持战斗力。那从巴菲特的角度来看呢，你买一张0050，等于是一口气买下了台湾最强的50家公司，这不就是直接拥有了50条最宽的护城河吗？那什么时候是进场的好时机？
很简单，当你看到0050的本益比掉到10到12倍这个历史上很少见的区间，那就代表大特价来了，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行动讯号。在我们讲下一步之前，我要请你先把这个数字深深地刻在你的脑子里。95%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据这个演化投资法，有95%的时间，你最赚钱的动作就是什么都不做。对，就是放着，让系统自己去运作。所以喽，在持有这个阶段，最棒、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去设定每个月自动扣款的定期定额。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哦，它虽然很无聊，但它却能帮你摆平市场的短期波动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一个纪律的武器，可以让你战胜好怕买在最高点哦，或是再等一下，我要抄在最低点这种人性的弱点，稳稳地建立起你的核心部位。好的，刚刚我们说了95%的时间你都要懒懒的抱着，那剩下的5%呢？这5%需要我们行动的时候该怎么判断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请出另一个强大的工具，叫做威克夫方法。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看懂大户，也就是聪明钱的动向，来决定什么时候该加码，什么时候又该出场。你看这张表就一目了然了，什么时候该加码，就是所谓的吸筹期。那是什么样子？通常就是市场刚崩盘完，气氛很差，成交量超低，电视上没人在讲股票了。这时候其实就是大户在偷偷买进的时候。这时候你除了定期定额继续扣，更应该勇敢地把单笔资金投进去。那什么时候该考虑卖一点呢？就是所谓的派发期。它的特征是股价一直创新高，市场上一片乐观，大家都觉得还会再涨。可是你却发现成交量爆出一个天量，股价却涨不太动了。这就是一个警讯哦，代表很多人在追高，但大户可能正在悄悄地把股票倒给你。这时候单笔加码就要先停一停，甚至可以考虑先卖个2-3成，把获利放进口袋。那什么时候该考虑尝试加码呢？就是所谓的 consolidation period。它的特征是股价一直走走跳跳，不明所以，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。不过你就可以仔细观察整体筹码状况，确认它在下方吸筹的肤浅的时候，就可以张家久用。那么停损呢？什么时候才需要全部卖掉？记住，在这个系统里面，停损的条件非常非常严苛。它不是因为股价跌了20% 或30%，而是发生了物种灭绝等级的大事件。这意思是说，除非台湾整个经济的基本盘那个环境基因被彻底破坏了，比方说我们的核心产业像是半导体面临了无法挽回的衰退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才需要考虑清仓。不然的话，其他的下跌都只是生态系里的正常波动而已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我们花这么多力气学习这个方法，建立这套系统，我们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没错，赚钱当然是目标之一，但它不是全部。真正的目标是为你打造一个几乎不用你操心的财富生态系。这个系统会自己演化、自己修复、自己成长。当你在认真过生活、陪家人、追寻梦想的时候，它会默默地、持续地为你工作，帮你累积财富，最终是把你的时间和内心的平静真正的还给你。所以最后的问题回到你身上了，你准备好要从那个跑得满头大汗却还在原地的仓鼠，进化成一个懂得策略性偷懒的生态学家了吗？准备好让你的资产自己去演化，自己去工作，而你可以优雅的变有钱了吗？